这是一颗价值10个亿的闪电柠檬，吃下后身体就要承受10万伏特的电压。阿鲁一口吞下，强烈的电流瞬间席卷全身。可奇怪的是，阿鲁不仅毛事没有，原本伤痕累累的身体竟也奇迹般的恢复了。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重头戏是这颗爆炸威力堪比核弹的硝基樱桃。工作人员身穿防爆服，缓缓推动着餐车，只要稍有一点晃动，樱桃就会瞬间爆炸，将整座赌场夷为平地。可留给小松的时间只有10分钟，一旦超时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这种食材的料理方法十分困难，必须先将樱桃放进6度的油里进行切片。小松吓得冷汗直冒，双手也开始不停地颤抖。他小心翼翼地切开外皮，丝毫不敢刺激到里面的果肉。可一想到樱桃炸弹的爆炸威力，下一刀他实在无法继续。此时时间只剩下2秒半钟，想要处理肯定是来不及了。就在小松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阿鲁突然冲了进来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拿起樱桃一口吃掉。樱桃瞬间在胃里发生爆炸，一口浓烟从阿鲁的嘴里喷出，剧烈的爆炸让他的5脏6腑都在燃烧。见此一幕，莱布十分的得意。可下一秒，阿鲁竟又奇迹般的站了起来。凭借着强大的美食细胞，阿鲁及时修复了受损的组织。因为吃下了爆炸樱桃，阿鲁小队也获得了一次和莱布交换食材的机会。他用250分的魔鬼熊猫换来了对方200分的闪电柠檬，这下所有人都懵了。如果莱布接受交换并打败熊猫，那阿鲁小队就输定了。可莱布却是一脸的阴沉，因为他已经猜透了可可的意图。虽然他能够打败熊猫，但为了节省体能，还是放弃了这张牌。而阿鲁也拖着受伤的身躯，吃掉了10万伏特的闪电柠檬。可赌局并没有结束，这次该轮到莱布选牌。他上来就抽到了180分的电力香蕉，这种香蕉所蕴含的电力是闪电柠檬的10倍，普通人只要吃上1口就会瞬间毙命。可莱布却丝毫不慌，掌握了万千赌客记忆的他，处理这种食材就如同探囊取物。在轻松干掉电力香蕉后，莱布的比分再次反超130分。此时场上所有的食材加起来也只有80分，就算阿鲁小队将它们全部吃光，也不可能超过莱布。莱布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所以他故意选错牌，将剩下的食材全部留给了阿鲁小队。然而可可并没有放弃，接下来他又连续选择了3个低分食材：巨石蜥蜴、海胆老鼠和蛇尾蝎。阿鲁将它们全部吃光，现在与莱布的差距只有60分。而此时牌桌上还剩下最后一种食材，那就是剧毒无比的毒土豆。这种土豆的毒性是河豚精的1000倍。由于之前莱布已经放弃了魔鬼熊猫，这次再弃权就会输掉比赛，可吃下去又会小命不保，怎么看都是必输的局面。但作为赌场里的老炮，莱布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？在美食赌场里压根就没有他吃不下的东西，即使是这种毒土豆，他也知道该如何料理。然而正当莱布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可可却开口询问：你还记得今天吃东西的顺序了吗？莱布瞬间呆愣在原地，身上的冷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毒土豆的毒性虽然可以通过烹饪方式去除，但是有了那瓶热带威士忌，再加上电力香蕉，反而使其隐藏的毒性增加了几十倍。只要莱布敢吃，那铁定全村开席。而阿鲁这边恰恰相反，他吃下的食材完全是在恢复体能。莱布越想越气，随即他启动了隐藏在大脑中的开关。虽然毒土豆的毒性无法避免，但它可以隔绝自己所有的痛感神经，然后再在胃上包上一层保鲜膜，这样毒素就不会被身体吸收。可就在莱布觉得自己又行了的时候，可可好心的提醒他，别忘了你刚刚喝酒时吃的下酒小菜。奶酪白菜虽然可以解酒，但它却有一个副作用，那就是分解胃部自身产生的镀膜。听完可可的话，莱布是真的慌了，豆大的汗珠如同瀑布般从脑瓜子上冒出。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每一步竟然都被可可给看穿，莱布瞬间恼羞成怒。虽然比赛已经输了，但他仍旧不死心，随后一声怒吼召唤出小弟准备群殴。明摆着输不起，开始耍赖，但他却忽略了一点，对面可是4大天王中最强的2位。莱布猛地爆衣，疯狂旋转手中的双斧，可仅是一个照面就被魔化后的可可轻松解决，这下是彻底老实了。失败后的莱布不再嚣张，乖乖带领众人来到陨石大蒜的面前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场美食赌局不仅是胜负博弈，更是美食哲学的终极对决。莱布依赖大脑储存的全球记忆，沉溺于过往经验，妄想利用数据碾压对手。可可则通过化学推演，精准预判食材间的相克连锁，证明死守数据永远算不过底层规律。莱布全程只顾自保，为省体力放弃高分牌，而阿鲁却无条件信任伙伴，敢于吞下各种致命食材。这种羁绊比任何计算都可靠。同时，美食细胞的真谛恰是化危机为养分，越强的雷电爆炸越能激发进化。最终，勇气与信赖打破了赌场概率，宣告真正的美食家必须直面死亡，敢于把后背托付给队友。这正是美食的俘虏贯穿始终的浪漫主义内核。
就是因为这一拳让我追了整部番。男人原本掌握着一支足以毁灭世界的队伍，在南北世纪大战中，只因他的拟神兵部队加入战场，就让濒临战败的北方军瞬间将局势逆转，以无人能挡之势反败为胜。而这支部队也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，并被冠以神之部队的称号。可当战争结束后，这群神却沦落为国家的弃子。长官下令要将拟神兵们全部秘密处死，不料去执行任务的艾琳却被一枪反杀，而拟神兵们也彻底的暴走失控。醒来的队长汉克从大白的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顿时怒火中烧。为了守护部队最后的尊严，也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，汉克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手刃队友的道路。第一个遭殃的就是变色龙艾迪。被队长逮到时，他手中还拎着一大袋抢来的金银珠宝。面对这个不请自来的队长，艾迪不敢有丝毫的轻敌，立刻拟神化变成了兽人形态，想要利用隐身能力向汉克发起偷袭。但身为队长的汉克早就对他的能力了如指掌，在轻松躲过了变色龙的攻击后，汉克猛地跃至空中，将手中的长矛掷出，狠狠地扎进变色龙的手臂。随着引线被拉动，剧烈的爆炸瞬间就将艾迪吞噬，而他也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被处决的对象。在解决完了艾迪之后，汉克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火龙威尔。战场上的他化身百米巨龙，一口龙息弹便可瞬间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，是名副其实的攻城先锋。然而当威尔回到故乡时，却再也无法变回人类。可他依旧保留着善良的人性，甚至体型变大了以后，就连耕田也是事半功倍。就这样，一家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其乐融融，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可好景不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火龙开始逐渐失控，总是在半夜发出可怕的吼叫，并且村民开始陆续出现丢失家畜的情况。虽然村民们都不愿相信是威尔干的，但还是希望能将他控制起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夏尔只好忍痛送弟弟妹妹离开村子，然后来到父亲的身旁陪伴着他。尚存一丝人性的威尔不想连累女儿，最终选择独自一人向深山走去。可这天傍晚，意外发生了，森林里不断传出剧烈的爆炸声。夏尔顿感不妙，连忙跑过去查看，只见在森林的最深处，一个男人正拿着手枪对准自己的父亲。夏尔拼了命的想要上前阻止，可他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。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声在森林中回响，火龙也彻底失去了生命。夏尔颤颤巍巍地走向火龙的躯体，他抱着父亲放声大哭。回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夏尔彻底愤怒了，他发誓一定要亲手替父亲报仇。第二天，夏尔背上猎枪踏上了复仇之路。终于经过一番努力寻找过后，夏尔在酒馆里找到了汉克。被仇恨充满双眼的他，当即举起猎枪，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巨大的后坐力将夏尔震飞，可被子弹击中的汉克却像个没事人一样。接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汉克一把将夏尔抱起，随后把他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巷里。还未等汉克来得及解释，他就感受到了战友的气息，正是你神兵小队中的达尼。就在刚刚，他袭击了商人的马车，并夺取了他们的金银财宝。为了不违背当初立下的誓言，失去内心的人要以同伴之手葬送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如今却已兵刃相见。可就在汉克准备动手时，夏尔突然挡在了达尼的面前，质问汉克凭什么没有证据就要怀疑他。然而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。お金や宝石があれば町のみんなが喜ぶからって。でもくれなかった。だから殺したんだ。下がってろ。失去理智的达尼疯狂发泄心中的怒火，他只是想让母亲好过一点，并不认为自己有错。可下一秒，汉克就出现在他的肩膀之上。达尼本想向汉克发起攻击，结果最终和变色龙一样，都死在了汉克的长枪下。剧烈的爆炸过后，达尼的身体被炸出个大洞。看着昔日的战友，汉克眼里满是不舍。他想起了那个曾经老实本分的达尼，参军只是为了让小镇上的家人们过得更好，而现在的他已经丧失了人性。临死前，达尼问了汉克一个问题：隊長、教えてください。僕たちがあの戦場で神として死ぬ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か？一声枪响过后，汉克再次亲手处决了自己的队友。看到汉克的行为，夏尔更加愤怒。他认为你神兵们虽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。于是夏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两个人明明素不相识，却在同一地点相遇。他们明明朝着反方向离去，偏偏又在同一家咖啡店撞见。更让大龟绷不住的是，他刚点完套餐，就看见那小伙正吃着一模一样的套餐。大龟原想只当这是一个巧合，可当他吃完换了家面馆，推开门的瞬间，他又愣住了。那小伙子竟然也在。店员问大龟想吃点什么，不信邪的大龟再次点餐，没想到对方依旧默契的点了同款套餐。之后无论大龟去哪，他都会再次与那小伙偶遇，甚至就连口味也都分毫不差。尽管两人行为十分同步，但双方都没有刻意点破。彼此间也没有任何交流，只是默契的保持同步，一起去同一家浴池洗澡，一起在同一家旅馆睡觉，甚至就连第二天出门时，两个人都是同时的拉开旅馆房门。他们连眼神都没有碰过，却像是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，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拍上。这天中午，两人又在同一家盖饭店前停下。ネギトロ丼、ネギ多めで。
不出所料，两个人点的还是同一个菜品，可小伙这次却多要了豆瓣酱和鹌鹑蛋。大龟当场亚麻呆住了，豆瓣酱拌盖饭，这俩东西混在一起能好吃吗？看着小伙把豆瓣酱拌进饭里，然后大口吃了起来，那满足的声音落在大龟的耳中，让他忍不住泛起了嘀咕：难道是自己太固执了吗？但他终究还是没敢加上豆瓣酱，只是犹豫着要了颗鹌鹑蛋。可就在他刚要咬下一口时，この男信じて止めというのか、このわしに。想起小伙吃饭的模样，大龟的内心挣扎了许久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小伙，加了一勺豆瓣酱拌匀。入口的瞬间，鲜香味直接在他的嘴里炸开，原来盖饭还能有这味道，他的筷子再也停不下来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这才发现拌饭已经见了底。大龟刚想开口向对方道谢，转头却发现小伙不见了人影，原来外出时间已到，两个黑衣人已经将小伙带走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大龟上班的时候总会走神，因为他再也遇不到那么懂自己的人了。茫茫人海中，不知能否和他再次相遇。正当他惆怅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从他的身边掠过，大龟猛地站住回头，他的声音都有些发颤：我们是不是在哪个地方见过？君の名は班長大月地の毒。そこの底にいながらも一日の外出を極限にまで楽しむ。次なる一日外出はいずこ。谁能想到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，如今却被嵌合蚁当作宠物一般圈养。看到凯特三人的到来，白发男立马开始不断求救，可下一秒人蚂蚁却一脚踩碎了男人的头颅。见状，另一个奴隶立马开始讨好起人蚂蚁，就像小狗一样对着主人疯狂作揖。可越是这样，人蚂蚁就越是想杀了奴隶，眼看就要动手。小杰立马冲出去想要营救男人，可结果却被凯特给一把拦住，因为他感应到的敌人数量不止一个，要是鲁莽的冲过去，那可就真的落入敌人的圈套。话音未落，从另外两个洞口中又走出了两只嵌合蚁，一只是身材妖娆的蚊子蚁，另一只则是长着16条手臂的蜈蚣蚁。眼看三人没有中计，人蚂蚁直接一脚踩爆了男人的头颅，并扬言要让凯特三人当他的新宠物。见此，凯特三人直接释放出了念能力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。蜈蚣蚁快速的向小杰扑来，两人激烈的扭打在了一起，眼看双拳难敌四手。小杰刚想拉开身位，却不料蜈蚣蚁紧随其后，直接发动了自己的大招幻影千足拳，铺天盖地的拳头向着小杰袭来。危急关头，小杰一个瞬移拉开身位，紧接着狠狠的一拳打中蜈蚣蚁的腰子。然而蜈蚣蚁的身体极其柔软，这种程度的攻击还不足以将他打倒。见此，小杰也决定不再保留，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绝招石头剪刀布。强大的力量令蜈蚣蚁都感到了恐惧。与此同时，面对蚊子蚁凶猛的攻势，奇亚也决定开启久违的杀人模式。恼羞成怒的蚊子蚁再次向他冲来，可令奇亚没想到的是，蚊子蚁真正的毒针居然在尾巴上。被刺中的奇亚很快便一头栽倒在地。然而就在蚊子蚁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，却不料下一刻眼前突然一片漆黑。难以置信，奇亚竟然将蚊子蚁的脑袋直接旋转了360度。原来从小经过暗杀训练的奇亚早已达到百毒不侵的程度。看着蚊子蚁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奇亚没有丝毫犹豫，便一击解决了他。而另一边的小杰还在不断蓄力。蜈蚣蚁判断这一拳的威力可能是之前的10倍以上，但很快他就想到了应对的办法，只要抱着被废掉8只左手的觉悟进行防守，然后用另外8只右手控制住小杰，接着再一口咬下去，把毒液注入到小杰的体内。这样一来，自己肯定势在必得。没有丝毫犹豫，蜈蚣蚁便向小杰冲了过去。可就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时，下一秒蜈蚣已经被拦腰斩断。蜈蚣蚁做梦也没想到，小杰挥出的不是拳头，而是剪刀。但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他却并没有死，反而盯着小杰的脖子准备发动偷袭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凯特直接一枪打爆了蜈蚣蚁的脑袋。而接下来就该轮到凯特和人蚂蚁的战斗。人蚂蚁快速的朝着凯特逼近，可无论他如何攻击，都碰不到凯特分毫，反而还被凯特狠狠地踢了一脚。接着凯特一跃跳到了人蚂蚁的背上，随后召唤出疯狂小丑进行摇号。这一次他摇到了点数4，小丑拐杖幻化成了一把长枪，仅仅一枪就解决了师团长级别的人蚂蚁。全くもって鬱陶しい。それならなんでそんな能力に。阿丹是生活在埃及开罗的活雷锋，平日里乐于助人，却不图任何回报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小伙，居然被曾经最好的挚友成太郎活活殴打致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在开罗喧闹的街头，阿丹独自经营着一家烤肉店，烤肉架上旋转的沙威玛滋滋作响。热心肠的阿丹总会给前来购买的客人多加一些分量，甚至就连赚来的微薄收入，他都全捐给了没钱读书的孩子。直到这天，4个外地游客经过这里，阿丹一眼便认出了10几年未见的挚友成太郎。看到几人没吃饭，阿丹好心的将自己的烤肉免费送给几人吃。为了让几人好好休息，阿丹还热情的邀请他们去自己家里喝茶。可后来阿丹发现，曾经在学校里
成绩优异的承太郎，如今居然干起了绑架老人的勾当。为了不让承太郎继续做坏事，阿丹一路跟着承太郎不停的劝说，甚至两人还玩起了承太郎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搭人桥，还有擦皮鞋以及挠后背，希望能够借助童年的回忆唤醒承太郎心中的良知。可是如今的承太郎已经完全变了，面对阿丹善意的提醒，他依旧无动于衷。之后两人来到了一家珠宝店，阿丹想要买一个昂贵的礼物送给承太郎，可承太郎却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直接伸手去偷。虽然两人是非常好的挚友，但阿丹见状再也不能纵容承太郎作恶了，于是他向店家发起举报。可结果承太郎不仅没有把手镯还回去，甚至还对阿丹大打出手，打得阿丹头破血流。阿丹实在不忍心看着曾经的挚友变成这副模样，只能跪在地上祈求他能够改邪归正。可承太郎居然过分的要求阿丹用舌头给自己舔鞋，虽然阿丹很不情愿，但是为了能够唤醒承太郎，他还是放下了自己的尊严。可是这却让承太郎变本加厉，不断的对着阿丹发起猛烈的拳击。可怜的阿丹想要让承太郎停手，可承太郎已经彻底疯了。最终在被殴打了2分半钟后，阿丹被残忍的活活打死。而可恶的承太郎在做完这一切后，居然还留下了字条便扬长而去。自此埃及开罗少了一位热心肠的小伙。不过虽然阿丹已经不在了，但他的英雄事迹会被世人永远的流传下去。初次见到犬王摘下自己的面具，大家只会觉得好笑，但犬王的内心却无比的难过，因为在他刚出生时，父亲就和魔鬼达成交易，将他变成了一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。但好在犬王凭借自己的舞蹈天赋，一步一步获得大家的认可，而他也重新长出了人的身体，最后只剩下脸还没有恢复。皇帝在听说了犬王的事迹之后，便命令他为皇宫里的妃子进行表演。但是在表演结束后，犬王必须摘掉自己的面具。父亲在得知消息之后欣喜若狂，因为当怀孕的王妃看到犬王丑陋的面容，那么一定会将他处死。于是父亲急忙替犬王答应下了这场表演。很快就到了王族盛典的那天，皇宫里坐满了达官贵族子弟，而犬王身边的亡灵却异常的兴奋，仿佛只要完成了这场表演，让世人知道他们牺牲的真相，就能成佛升天。而犬王也自然知道这场演出的意义，所以他决定赌上性命也要完成这次表演。舞台上，犬王用他精美绝伦的舞蹈述说着亡灵们的故事，舞蹈惟妙惟肖，全程没有出现一丝失误。可直到犬王已经讲完了亡灵的故事，亡灵们却依旧迟迟不愿离开。没办法，有鱼和犬王只能继续唱下去。原来还有一个故事没被讲出来，那就是犬王自己的故事。于是犬王将自己的经历也改编成了舞蹈唱了出来。在众多亡灵的帮助下，犬王的身世也终于被揭晓。原来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是怪物，而是他的父亲为了成为京城最有名的舞者，便和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，只要他每杀掉一个琵琶师，就会夺取他们身上收集的故事。因此他的父亲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可世间哪有那么多的琵琶师给他杀？于是灵感枯竭的他再次找到恶魔，而这次恶魔提出用他还未出生的孩子做交换。走火入魔的父亲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，这才导致犬王一出生就变成了怪物。此时看到犬王在王宫里大放异彩，躲在一旁的父亲嫉妒不已，于是心生怨恨的父亲再次找到恶魔，祈求他能够杀掉犬王。可下一秒男人却被当场炸成一滩肉泥，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够献祭给恶魔的东西了。而此时表演完的犬王也终于决定摘下自己的面具，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面具之下竟是一个大帅哥。两人的表演受到了大家的好评，一个个谱写前朝亡灵的故事被互相传唱，但这却危害了皇族们的利益。你们歌唱的故事是真的，那皇家谱写的历史又算是什么？当艺术不受掌控，就等同于扰乱民心，也就没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了。于是天皇下令让犬王的乐队强行解散，所有的参与人员被当即处死。有于本可以改名到京都逃过一劫，但他却不愿意妥协，他是不会歌唱正本以外的曲目的。老和尚为救有于被赐死，而最终有于双拳难敌四手，还是被强行带走。天皇以有于的性命为要挟，命令犬王以后只能歌唱皇家的专属舞曲。もし私めがこれまでの平家を捨てぬと申し上げたならば、河原に転がる琵琶法師の首を見たいか。为了最好的朋友不被杀死，犬王也只好低下头颅妥协。但他却不知道的是，此時的有于已被打断双腿，成为了一个流浪汉。可即便如此，有于依旧不畏强权，还在歌唱他和犬王的故事。我が名は所詮壇の浦の友な。最终有于为自己的信仰殉葬，而犬王在得知了有于的死讯后仰天大笑，随後当着王族的面自尽而去，在另一个世界和有于的灵魂相遇。なあおい、自分で名付けたではないか。俺たちはここにあるだろ。友あり。这把枪竟然是用跳蚤做子弹，以人体呼吸作为动力。最恐怖的是被这种跳弹击中后，伤口将会血流不止。奇亚在高速运动中被一枪命中，然而当他看向手中的子弹时，却再一次被打中了脖子。可奇亚根本不知道子弹是从什么方向射过来的。此时远在1万米外的狙击手正悠哉地唱着歌，接着又是一枪打中奇亚的左脚，他的2处伤口都在不停地流血。可奇亚不知道的是，远处的敌人又开始了蓄力，随着男人的吸气，他背后的气囊也在不断膨胀。等到完全充能后，又是一枪射出，直接命中了奇亚的右手。然
然而接连的几枪都没有命中要害。此时奇亚也察觉到，对方好像并不打算马上弄死他，而是在享受慢慢折磨猎物所带来的快感。就在这时，杀手又从身体里取出了一颗跳弹，这种跳蚤一次跳跃的距离可达恐怖的200米，用它来做子弹绝对是最完美的选择。接着男人再一次的大口吸气，随后果断扣动了扳机，然而这一枪竟然被奇亚给躲开了。其实男人的枪法之所以会那么准，全都是因为天上这只蜻蜓在给他做导航，所以才能精准的确定到奇亚的位置。因为他派出的念气蜻蜓就如同无数个摄像头一样，全方位无死角的对敌人进行监控。虽然奇亚可以用高速移动来躲避子弹，但那样也会消耗他大量的体力。不过很快奇亚就想到了应对的办法，只见他用大量的念气包裹全身，再次面对跳蚤男射出的子弹。这次奇亚却像是完全进入了静止状态，当子弹距离他仅有1米的时候，其实按奇亚的反射神经是完全可以避开的，但这一次他却并没有躲闪，而是在子弹即将接触的瞬间，通过子弹射出的角度，精准地判断出狙击手的位置。接着奇亚快速地朝狙击手的位置冲去，蜻蜓立即将情报告知给了狙击手，可跳蚤男却对此丝毫不慌，因为他的跳弹会分泌一种麻痹毒液，不光会抑制血液凝固，还会让目标短时间的丧失行动能力。如果奇亚再被击中一次，那他就会当场暴毙而亡。而此时奇亚也看到了跳蚤男的身影，没有丝毫犹豫便立即追了上去，直到在一个诡异的洞口处，男人停下了脚步，并表示自己在里面布下了陷阱，挑衅奇亚是否敢跟进来。说罢便直接跳了下去，但是下一秒奇亚的手指就插进了他的大脑。然而就在奇亚以为对方被解决掉的时候，男人的嘴里竟然伸出了大量章鱼触手，并且死死地缠绕住奇亚的身体，就算是死他也要拉奇亚陪葬。大量的嵌合蚁蜂拥而上，很快就将两人死死围住。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奇亚被解决掉的时候，却没想到奇亚在落入湖里的前一秒，利用章鱼的触手紧紧地吸附在了墙壁上。意识到不对的章鱼立马开始逃跑，然而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，眨眼的功夫奇亚就追了上来。但是奇亚却并未打算直接杀了他，只要章鱼哥说出嵌合蚁兵团的情报，就饶他一条小命。可谁知看起来贪生怕死的章鱼哥却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出卖同伴，随即便直接斩断了自己的触手，直直地向着湖中坠去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被食人鱼啃食殆尽时，危急关头奇亚用溜溜球将他救下。如果不是以敌人的方式相遇，他们可能会成为朋友。随后奇亚一把将章鱼哥甩向了岸边，而自己却被鲨鱼一口咬住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章鱼哥不知所措，他不明白一个人类竟然会牺牲自己救他。面对蜻蜓蚁的询问，章鱼哥第一次选择了隐瞒奇亚的情报，看来在嵌合蚁中也是有好人的存在。随后奇亚便轻松解决了鲨鱼，虽然成功解决了危机，但奇亚却全然不知自己的身上已经被敌人挂上了念力徽章。闪身到一旁的奇亚刚想离开，这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诡异的电子声，下一秒一条剑鱼狠狠地刺穿了他的手掌。